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央視首播，又一部年代大劇來襲，趙麗穎、黃曉明要掀起一波新高潮。黃曉明出道28年，這樣的角色倒是第一次見。小飯店裡，他飾演的鎮書記鄭德成和趙麗穎飾演的鎮長李秋平一起請縣領導吃飯，一盤魚剛端上桌，鄭德成立馬起身，動筷子給領導加魚。先是加了魚頭，魚頭給您，您是帶頭人。雙引號，領導還沒反應過來，他又加起了魚尾，尾巴也給您，領導做事有頭有尾。雙引號。說完這些，他一個勁的傻了。只剩對面領導仍舊對這些甜言蜜語不知所措。再看黃曉明的造型，也是顛覆十足，一頭向後梳的零散長髮，髮際線後移，臉部被迫拉長，溫暖純真的笑容，配上一身舊年代西裝，那種憨憨中又帶着土帥的氣質更足了。而當身旁李秋平給領導敬酒，還要自罰一杯時，鄭德成也懂事的趕緊跟上，我賠一個。雙引號，皮哥有種預感，這幾年黃曉明瘋狂進軍電影圈，還在逆殺中演起了反派，結果票房一次次慘敗。但這回他拍的這部電視劇，很可能會幫助他打一場漂亮的翻身仗。特別是劇中他和趙麗穎組成的小鎮官員二人組搭配起來，還真的挺有看點。這部劇就是即將開播的年代劇《小城大事》，定檔央視，開年大戲，還是國家廣電總局重點扶持項目。年代劇的群像類型，又幫助這部劇在開播前就積攢了不少熱度。剛過去的2025年，年代劇類型整體表現一般，數量是多，但品質上幾乎沒一部拿得出手。這部《小城大事》或許會上演觸底反彈，甚至很可能會像之前的人世間一樣，在年初掀起一波收視熱潮。01故事保真，改編自紀實文學，這樣的故事有嚼勁。這部劇原名《造城者》，劇本來源於獲獎文學報告《中國農民城》，不過劇方或許考慮到原劇名太大，所以改了一個更接地氣的名字《小城大事》。整部劇要講述的，其實可以匯總成一句話：在地方的帶領下，農民集資合力建起了一座城。原著中的城市，就是現如今的浙江省龍崗市。最初這裡只是一座灘塗上的小漁村，之後歷經發展，從農民小鎮變身傳統產業城，一步步跨越騰飛，堪稱中國城建史上的奇蹟。龍崗也就此成為了中國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中一枚重要標本。將這段故事搬上熒屏，自然是要表現那個年代下一代人敢想敢幹、開放務實的精神。趙麗穎飾演的李秋平，原先是縣委辦秘書，也是後來推動粵海鎮造城建設的核心人物。作為新上任的鎮長，他對着地圖規劃藍圖，豪言要把粵海鎮打造成下一個上海。但在那個年代，一個小鎮如何破局，並沒有現成模板可借鑑。李秋平帶領一眾基層幹部，只能摸着石頭過河。但也因為做法過於前衛，也引發了不少阻礙。最大的困境在於農民集資的性質。預告中有句台詞：從農民手裡收錢，這個行為就是賣地。雙引號，背後的風言風語不斷，公安、紀檢也開始介入其中。再比如新城建設過程中，資金如何收取，各項資源如何分配，都不可避免會牽扯到各個小群體的利益瓜葛。每一天都會發生新情況，原先制定的合作協議是推翻還是執行，李秋平團隊面臨極大挑戰。當造城開始起步後，李秋平想着靠輿論發酵，讓粵海鎮破圈，拉動更大投資。這邊邀請省城的記者過來採訪，
記者對新城建設大加讚賞，還要開設粵海專欄，專門更新報道。一轉身，出來的報紙頭條卻是高速發展還是貪腐的溫床。記者並不認為自己寫錯，他追求實事求是，這是一條沒人走過的新路。他看到了一些可能潛藏的隱患。這裡說句題外話，這部劇確實細緻。放大這張報紙圖片，可以看到文字確實詳細闡述了一些問題，比如採購醫療器械的價格遠高於市場價，採購後缺乏專業人員，設備被長期閒置。當造成計劃面臨內外困局，當初那一份熱血也逐漸變涼。有的人被帶走接受調查，有的人選擇離開，到更成熟的環境內謀求出路。所以在40集的體量中，可以預測粵海鎮的建設不會那麼順風順水。當然，也正是這些磨難，當一座新城成功拔地而起時，才顯得那股闖勁是多麼難能可貴。02棄用流量，好演員扎堆，一線實力派超15位，朱媛媛一個鏡頭讓人淚目。小城大事作為重點項目，在演員的選用上確實沒糊弄觀眾。預告中閃過的角色全是熟面孔，演技都備受認可。最引人關注的還是飾演李秋萍的趙麗穎。這種描述時代發展的年代劇，趙麗穎已經演過不止一部。幸福到萬家中引領鄉村發展的帶頭人，風吹半夏中在時代變革下挖掘商機的商人。這次他要演的則是胸懷抱負的鄉鎮地方主官。要如何打造一座城，他的思路也非常清晰。面對上級，竭力爭取好的政策，人情世故的名場面也是一個接一個。實在說不動領導，那就擺委屈訴苦，眼淚也能說來就來。面對鎮上的百姓，他也能打成一片。騎着一台摩托車，自己當司機，鄭德成則坐在身後，想去哪就去哪，幹起工作來就是這麼雷厲風行。但平地起高樓，上級不撥款，全靠農民集資，李秋萍的身上也扛着千斤重擔。預告中還有個鏡頭，他被各種挫折壓得喘不過氣。奶奶問他是不是遇到事情了，奶奶的關心讓李秋萍再也憋不住落淚，但還是強忍着不哭出聲來。這一幕頗為動人。黃曉明飾演的鄭德成，則是粵海鎮的書記，幹部班子的一把手。看他這身打扮，確實是滿滿的鄉村基層風，特別是髮型，看着多少有點邋遢。要是戴頂帽子，束圈皮帶，一本正經走路的樣子，更讓人忍俊不禁。最開始，他和空降的李秋萍有點冤家意思，張口閉口就是好男不跟女鬥。可到下面考察，坐在摩托車後座的他，還是要乖乖的聽話。髮型吹得凌亂，為了避嫌，身子還得保持筆直。唯一出賣內心的，就是那雙手了，不動聲色間，已經緊抓李秋萍的衣服，生怕一個不穩就會摔下來。預告中也出現了鄭德成被帶走調查的畫面。作為一把手，平時看上去沒正形，可當挑着竹筐在灘塗地上幹活時，他是衝在第一個。後面真的面臨危機，也是他站出來扛下了一切，讓李秋萍能夠繼續揮灑才華。陳明昊也是《小城大事》的主演之一。這幾年，陳明昊的新劇不少，演技穩。不久前在《老舅》中飾演的霍東風，還引發了不少觀眾的意難平。這部劇中，他飾演解春來，職務為粵海鎮副鎮長，分管人事和後勤工作，既能拿被子撲火，又能田地追人。從劇情看，他和朱媛媛飾演的高雪梅應該是一對夫妻。預告裡，解春來挑着一對竹筐，裝着公文包和日用品，就去造城工地上幹活了。但再往下看，又有一點霍東風那樣的不着調，像個老頑童。耿樂飾演的林東福也是副鎮長，分管拆遷、
安置合成件工作，肩膀挎個包，皮膚黝黑的，洗個手也能和鄭德成不停開玩笑。在《沉默的榮耀》中飾演古正文的於愛磊，這次又搖身轉變成了正面人物。他飾演的譚光明也是副鎮長，分管財務和紀律工作。不同於古正文的詭計連連，譚光明在面對班子成員時，則有些唯唯諾諾，看上去像個受氣包。可他又似乎是最踏實的一個。當危機爆發，鎮裡賬戶被封，譚光明面對窗外也是一籌莫展。除了上面5位班子成員外，整部劇還有個觀眾最惦念的演員朱媛媛。朱媛媛的戲份殺青是在去年5月。劇組工作人員也透露，當時已經覺察到朱媛媛身體不適，但初夏冷熱交替，都以為是感染風寒，誰也沒往癌症上想。再加上朱媛媛從來都不說，哪怕真的是感冒，她也不想讓劇組同事擔心。角色一殺青，離開劇組不久，朱媛媛就緊急住院了，不到半個月時間就離開了人世，令人無比痛惜。但在拍攝殺青照時，身着戲服的她還是把自己最標誌性的笑容留給了觀眾。這部劇是朱媛媛留給觀眾的遺作，而且她是女2號，戲份很多。劇中她飾演高雪梅，是一位在上世紀80年代闖蕩商海的鐵娘子。當粵海鎮開始造成時，她瞅準機會，開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印刷廠。開業那天，她和解春來站在大門口迎接客人，臉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下一個鏡頭，她又步入老式居民樓，波浪捲髮隨着臉上的得意一同飄搖。就這一個笑臉，滿滿都是那個年代女性的柔情與浪漫。一隊人要創業時，也是她揮起拳頭給眾人加油打氣。港商過來考察時，她一直跟在身後，激動地不停介紹。結果對方一句莫吵，她聽成了沒棗，還應聲附和沒有棗。結果邊上人一解釋，她才恍然大悟，氣得送上小拳拳。不早翻譯，這大明星都生氣了。雙引號，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在她心裡，自己一個女人要創業當老闆，她知道自己有不容易。明明約着客戶談買賣，結果一眨眼，人家當着面就跑了，拉都拉不住。旁邊的解春來還滿臉豁達，高雪梅卻急得直哭。迄今發布的預告中，有一組畫面頗為觸動人心。新建成的海邊碼頭上，高雪梅突然一個轉身，回眸望向對面，畫面就此定格，仿佛是朱媛媛回望人生的最後凝視。可以預見，她和趙麗穎飾演的李秋萍會合力詮釋出改革開放浪潮中最動人的時代女性面貌。除了這些演員外，整部劇還有不少實力派面孔會相繼出現，比如張國強飾演的縣領導及李秋萍口中的伯樂。但從他的表情看，這2位下屬應該沒少折騰他。滿臉寫着不好惹的劉薇薇。演員表裡還有王姬、劉樺、李強、鄔剛這些老戲骨，以及剛憑借老舊成名的宋寧峰。綜合起來看，好題材、好故事、好演員，這麼一道硬菜只待上桌了。如果口碑向好，造成者或許會延續《山海情》，成為農村年代題材下的另一部年度劇王。